伯父近来可还安好？甚好，也要恭喜荣武你高中状元嘛。秦家郎君刚刚高中状元，便登门拜访，真是急着想把小姐你娶回家呢。提娶？要我说呀，夫人生前可真是为小姐定下一门好亲事啊。真想知道我那未来的夫君长什么模样。伯父，实不相瞒，我心仪的是府上二小姐夏心离。什么？这是为何？哼，胡闹！跟你定亲的明明是月晓。当年婚约上只写了夏氏女，并未指定何人。我中意的唯有心离小姐一人。本以为还有半月就要出嫁，没想到我的好夫婿却喜欢我的妹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姐姐这是在等秦朗吗？可惜他根本不想见你。谁准你进来的？嫡女怎么了？长得俊有什么用？你的状元郎现在想要娶的可是我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是一身贱气？都这病了，还在这给我装清高。老爷夫人到。月晓啊，秦家小子今天突然改口，说他要娶的是心离。你果然还是选择他。月小且宽心，我身是一个举人，她不仅功名在身，而且家里就一个不管事的婆婆。你过去就是县城的主子，什么宅门里的糟心事都熏不着你，只管自在享福便是。这么好的亲事，那不如留着给妹妹吧。那不是秦家点名要心离吗？父亲，他们说换人就换人，您就不问个明白？问什么问？我告诉你，秦太老爷马上就要进内阁了，齐家咱们惹不起，这婚事就入阁，秦家一定是倾尽所有才推出这个阁臣，这泼天的富贵，往后是断不了根本。夏心离的未婚夫又身为新科状元，将来执掌秦家的定然是他，所以您就由着他们欺负到头上啊！你也不要太生气了，爹呢给你说了门更好的，西宁伯府正经爵位。这个贱人怎么能嫁给西宁伯？只能嫁给穷举人。不行，西宁伯就算再风流，那也是皇亲国戚，他绝不能嫁给奴房。爹，听说西宁伯府专出莽夫，姐姐细皮嫩肉的，经不起打呀。姐姐还是和那个穷书生最为般配。瞎说什么！我也亲口保证会善待月晓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真的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一个20岁还没娶亲的糙汉子，怎么可能懂得如何腾腾？哎呀，老爷，伯府那几个小祖宗可是京城混世魔王，咱们月晓嫁过去，肯定会被欺负的呀。两个丫头都攀高枝，夏家真要发达。好了，我意已决，心离嫁状元，月晓配伯父，就这么办。昨日秦家约我去昭公寺，说是补香探，可我左等右等，秦荣武人影都没见着。今日他竟转头就上门换亲。大小姐，真是可惜，这么好的姻缘就这么被抢走了。能被夏心离勾勾手指就抢走的，算什么好姻缘？是这么个理儿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他在昭公寺，夏心离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打听他干什么去了？是。哎，对了，最好让街坊四邻都听到。若非姨母暗中周旋，这秦家少夫人的位置怎会落到我头上？等你添妆那日啊，
定要好好酬谢你蓝姨母。不好了，大小姐往秦府递了拜帖。什么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她踏进秦府，否则我的婚事就完了。难得他舍得下脸面，就他这出息，这般轻浮郎君丢了反倒干净。姐姐，还做着当状元夫人的美梦呢。这靠谎言得来的婚事，你夜里睡觉睡得安稳吗？你休要血口喷人，是秦朗非要娶我。那日的事情不过是天时地利，让你情人终成眷属吧。不错，经理，虽说容貌不及月小，但好在年轻娇嫩，要咱们稍加打扮，那也是倾国倾城的美娇娘，还怕抓不住个少年郎的心？夏家二小姐好美呀！就是，比大小姐强多了。只有这样的美娇娘和状元郎站在一起，才最为般配呢。夏家二小姐，只有夏家最漂亮的女子才配得上我。秦家小姐那边递了话，3日后邀请姑娘过去一叙，绝不可让夏月晓踏进秦家大门。若被秦老瞧见，这婚事怕是要生变。月晓啊，你心里应当清楚，秦家原本是同你有过婚约的，如今你们姐妹都将出阁，此时更母，难免落人口实啊。夏月晓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明知我和秦老婚事已定，竟还想着私下去勾引自己的妹夫。你都说是我勾引他了，那我如果不去了，岂不是不给你面子？你再这么没规矩，就别怪我让你禁足。成亲前，你老老实实在院里待着，哪儿也不准去。太太，我不过是想拿回当年订婚的信物，那枚秦家的玉佩是我母亲真金白银换来的，如今想去讨回，也合情合理，何必动这么大气？你说什么？真有这回事？知道新华比你们会做的事，变成那样，就还留了这事。他当初给了多少？不多，3000两。3000两？我的养老钱，这次全掏空。这3000两，我给你。那就先谢过二姨娘了。那我们银货2亿，用个绣花枕头换3000两，我可是赚大发。小姐，这银子可得攥紧了，您以后在傅家就指望这些。这是西宁伯府的聘礼，陪嫁的丫头，您想带哪几个？齐妈妈，我都想好了，就带海蓉还有海珍吧。海珍脑子不太行，我怕你傅家会……齐妈妈，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你们几个我一个都不能少。来，再说呀，海珍那丫头力气大，有她在，我心里不知道多踏实。可外头传的可难听了，说西宁伯20多了，还没娶来老婆。肯这样用心下聘的人，总不至于太差。二婶，婚事不必节俭，怎么风光怎么办？周潇放心，婶子一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的。
老爷子说了，眼下是关键时期，婚事务必低调，不能留画饼。谅那夏家也不敢有意见。两位新姑爷，不知哪位来接新娘子的时候更气派？我猜啊，那还用猜？我夫君肯定会把那个莽夫比下去的，就让他先得意几天。西宁伯府的气数长不过3年。小祖宗休要胡言，回屋去。是不是胡言？3日后，迎亲的队伍一对比，自然高下立判。毕竟一个家族是不是兴旺，就要看他做事的排场。亲家迎喜，夏心离出嫁。听说呀，原来要嫁进秦家的是大小姐，这半路才换成了2小姐。瞅秦家这阵势，怕是心里不痛快，故意给新娘子难看呐。尹家迎喜，夏月小出嫁。还得是西宁伯府，这气派，这才叫风光大嫁。还得是西宁伯府，这气派，这才叫风光大嫁。哎呀，真好！好，真不错，真热闹。走，去看看去。怎么感觉不热闹？怎么回事？这些人都没吃饭吗？小姐，秦家迎亲的总共不到10个人。什么？原来他长得还挺顺眼，确实如外界所言，姿容出众。夫人先歇着，我去前头应付完宾客就回。好。海荣，快帮我把这沉死人的头冠拿下来！太太，姑爷看着真高大，那拳头感觉能揍趴下一头牛。胡说什么？姑娘，快些沐浴更衣，别误了吉时。这伯府就是不一样，沐浴的池子都这么气派。等一下，海荣，你闻闻，是不是有百合味？还真是。玫瑰浴里怎么会有百合味？海荣，去请伯爷的乳母过来一趟。是。太太有什么吩咐？嬷嬷，我想问问，府里人平时沐浴时会用百合香露吗？回太太，断然不会。伯爷自幼沾不得百合，闻了就会起红疹。嬷嬷，但我方才的浴池里分明被人加了百合香露。什么？伯爷自幼沾不得百合，闻了就会起红疹，厉害时连气都喘不上，这是有人存心要害伯爷啊！好狠的手段！若我带着这一身百合香，今夜便不能与伯爷圆房。新娘子新婚夜被新郎官嫌弃，那明日我就要成为全京城的笑柄了。伯爷打小就碰不得百合，因怕有人拿这个做文章，府里一直死死瞒着，只有林家继为家主，与心腹旧仆知道。太太，这……嬷嬷，此事暂且压下，不要声张。太太，您受了这般委屈，竟能忍下？说不委屈，那是骗人的。现在还不能闹开。新婚夜要真撕破脸，往后夫妻还怎么相处？这孩子倒是明白人，
就是没想到太太小小年纪竟然如此识大体，我也真是娶到了个好媳妇。嬷嬷累了一天，快去歇着吧。小姐，真就这么算了？急什么？背后的人无非就是想挑拨我们夫妻关系，让伯爷厌弃我。这招不成，肯定还有后手。比起伯父这些弯弯绕绕，夏家那点算计，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。突然觉得夏仙离和小周氏对我都还是不错的呢。太太，伯爷回来了。伯爷，我先去沐浴。现在就要圆房了吗？我很可怕。声音真好听。有一点，你的手掌看起来能轻松掐断我的脖子，而且从小习我，和你圆房，我当然怕。多大了？17了。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会如此胆小？总得做样子吧，不然明天我都成笑话了。笑水吧。小东西，还挺有心机的。成了。二夫人，新房那边今晚办不成事了。仔细说说。老奴敲打了几个婆子，都说要给新主母立规矩，等夫妻离心，管家无能，以后家里的事还不是咱们说了算，那油水肯定多。几个婆子一听啊，竟然在新娘子的浴池里撒了百合香露。你们的心思可真坏呀！哎呦，连房都圆不了，林周潇能给他好脸？哼，这管家大权，他做梦都别想沾边。明日新妇来奉茶，那脸色怕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齐妈妈，昨晚其实没有圆房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太太也不能总害羞，还是要早日圆房才稳妥。知道，劳您备房喜盼，心要做足。要让人相信，还要落红。伯爷醒了，太太快进去吧。伯爷，我就这么可怕，路都走不稳了。嫂子倒沉得住气。侄子娶媳妇儿，我有什么沉不住气的？我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？以后你们二房再也没有便宜可占。周小子不陪着，才过分！你俩不会就闹矛盾了吧？林二婶子，钱婶子，面色这般红润，难道昨夜进城的事儿？哎呦，好侄媳妇儿！哎，周潇怎么不陪着来？
哎呦，才过门儿就让你独个儿见亲，等下次见了他，看沈娘不好好说他。好厉害的十二微蹦，这话传出去，下人们岂不看轻我？哎，婶子，兵部有急务，伯爷稍后便到。侄媳妇先来给两位婶婶请安。侄媳妇儿可真是个大美人，今年多大了？17。哟，17呀，这般品貌，怎会待字闺中至今？生得这般动人都没人要，莫非是哪里不妥当？哼，别是身有不足之症，或者是……哼，保不齐是德行有亏，咱们周萧真是捡着宝了。这盆污水泼下去，怕是洗不干净。看他往后走了还跑，竟拿女子贞洁做法，二房好毒的手。的确是捡了宝。怎么可能？他一向性情冷淡，不管后院之事，今天竟然专门来为他解围。侄儿，此话怎讲？家中长辈将夫人视若明珠，不舍得过早出嫁，恰好让我在夫人最美好的年华得以求娶，这怎能不说是天赐的缘分？说的跟真的一样，还舍不得嫁女儿，这话也就骗骗3岁小孩子吧。哼，两位婶婶就别逗他了，他脸皮薄，经不起玩笑。这傻孩子还真信了。这个夏月晓到底有什么好？好啦好啦，看在侄儿的面子上，今天就不逗你们小两口了。谢婶婶。这是你的荷包吗？是，多怪来的路上想东想西，连荷包丢了都没发现，还好没有被别人捡去，不然肯定要惹出大麻烦的。我以后一定要多多注意。多谢伯爷。说好了，下次可别再丢了。哎呀，这才成亲第1天就这么恩爱，真是蜜里调油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两人看起来这么亲密，哪像没圆房的样子，倒像是如胶似漆了一整夜。今天认亲还顺利吗？伯府这些亲戚都挺有意思的，比小朱氏母女有趣多了。老身这心里总不踏实。当初议亲时，也不知老爷可曾向伯爷讲清楚。虽说姑娘与秦家公子清清白白，可终究是人言可畏啊。是啊，那门亲事打小就定下了。他说要专心备考，我便一年年等着，就这样等到17岁。纵然我与秦荣武从未相见，更谈不上有情，在外人看来，却像是我为他耽误了青春。这事若被伯爷知道，他能容忍吗？父亲最爱面子，绝不会主动提起妹妹待嫁的丑事。那您先放心，我已有打算。圆房了？今早去收拾婚床的丫鬟们，回话说床铺乱得不成样子，新夫人生的那般标致，伯爷怕是喜爱的紧。好个狐妹子，倒是小看她了。去查一下，这夏家小姐出嫁前可曾许过人家？是，这般模样的姑娘，17岁还未出嫁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新婚第1夜拒绝和他圆房，次日还要向他坦白曾与别人有婚约，我这也太过分了。可二房众人绝不会轻易放过我，与其留待他们将来借题发挥，不如由我亲自向他坦白这件事。夫人，伯爷，你就这么怕我？伯爷，我有件事想告诉您。好软的手。什么事啊？伯爷，我出嫁前
曾与人定过亲事。白天在前厅里，二婶那些话里有话的试探，我怎会听不出来？只是没想到她会在新婚第2天就主动跟我说这个。17年前，我娘给我订过一门娃娃亲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小。他这个人表面冷冰冰的，其实心肠不硬。我实话实说，他应该能明白的。他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还是很在意我被退过婚这件事？他这副模样，倒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。不必再提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等着，谢谢伯爷。那你对秦家那位可曾有过？可曾动过情？没有，我娘在时，我是与她见过面，但是那个时候是小时候，我们都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。记事之后，便再没见过。我对她根本就没有。没有什么，就喜欢看她慌张解释的样子。伯爷，我发誓，我对她绝对没有半点男女之情。我信你。这是我的嫁妆单子，伯爷您看看。你的东西自己收好就行。你最近应该会比较忙，府里的事情等你回门后再说，到时候再慢慢交给你。他这就要把整个伯府交给我管了，都不先看看我能不能胜任吗？就不怕我把家给他败了吗？他这么怕冷，我在府里这般好脾气，他究竟在怕什么？算了，男女之事强迫不来，总要两厢情愿才好。幸好他还是这般体贴，没有让我难堪。二姑娘这会儿店也在清点嫁妆呢，就他们那点家底儿，非要凑足128台，怕不是连烟彩坛子都塞进去了。哎呀，我这份里有不少是母亲的陪嫁，心里自然比不得。若太太懂得分寸，风风光光备上88台，反倒能落个善待原配子女的美名。可惜太太偏要打肿脸充胖子，待秦家见了那堆滥竽充数的嫁妆，看二姑娘如何收场。都瞧瞧吧，夏家给准备的嫁妆单子。哼，既是些假大空的东西，夏家为了凑齐128台嫁妆，连脸面都不要了。原本也不是图他们嫁妆，可这般虚张声势，实在让人看不起。母亲说的是，回门后须得立规矩，让他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眼下父亲正要入阁，断不能因为这门亲事损了清誉。是，妾身定会好好教导。婆婆今日见了嫁妆单子，惊为动怒，倒是个没脾气、好相处的。那就好，本来也不是什么要紧事，谁家嫁女儿不图个风光体面？快帮我补妆，秦郎最爱看我打扮的漂亮，我得让他天天见到最美的样子。以后在我爹娘面前说话做事都注意些。秦郎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空场了个漂亮脸蛋。没事啊，爹娘规矩大，我是怕你一不小心说错话。知道了，你的爹娘就是我的爹娘，我一定好好孝顺。
长得竟比女子还俊美。都摇了3天铃了，也该消停会儿。以后得想个合适的频率。这小脸儿还没我巴掌大。我喝醉的时候还敢靠近，醒了反倒躲着我。等着吧，总有一天他会接受我的。太太，伯爷一早就去教场了，说中午不回来用饭。太太，怎么？妈妈，哪能天天摇铃啊？我害怕下人们说闲话。听说林二夫人天没亮就在议事厅见管事们，到现在还没散呢，也没人来叫叫夫人。新皇上任还得3请4请呢，太太要是急着去摆主母的谱，反倒显得小家子气，平白让人看了笑话。那不如去求伯爷给咱们撑腰。伯爷自然会帮，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若显得太窝囊，他们更要得意了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等，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陪他们好好玩玩。对了，齐妈妈，我听说伯爷早逝的大哥留下3个孩子，怎么一直没见着？太太，我打听过了，大少爷林霍总不着家，听说一回府准要闹腾。二少爷林恒腿脚不便，常年坐轮椅，从不出院子见人。3小姐林周嘛，都说相貌有缺，比二少爷更不愿见人。府里多半下人连他模样都说不清。这一个比一个难缠啊！母亲，那夏氏3天没来议事厅了，我扣着管家全不交，他这么沉得住气？既然他摆架子，你就去请吧。这个月的衣裳份里，该让针线房送了吧？是啊，可是让卢妈妈去办，她知道怎么给新太太立规矩。是。来，跟我走啊！太太在哪儿？太太在哪儿？伯爷，太太在议事厅忙，中午不回来用饭了。太太没留下话吗？没有。没找我帮忙，说明能应付得来。这么忙，看来她已经开始管家了。你们太太很优秀，这个丫鬟是怎么回事？还真是小时候发了一场高烧，烧坏了脑子。太太和她关系很好？还真是太太生母留下的人，从小伴着太太长大，她忠心耿耿，性子又温顺。太太是个念旧情的人，所以一直留着。请林二夫人太太安。花房为外院上报了购花预算，该定哪些种类，还请夫人太太拿个主意。牡丹、玉兰、荷花，还有那个石榴，各50株。是。侄媳妇儿觉得这样安排可还行？婶子说好，便都好。退下吧。是。侄媳妇儿，这是咱府上的账本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。他今日过来，竟不打算争权，怎么事事点头，半分主见也不露。伯爷也在环秀堂用过膳，方才出门去了。伯爷可有交代什么？他定然想的，我另有谋划。
才既不催我用饭，也不来替我撑场面，同明白人打交道果然轻松。夫人刚接手家务2天，各处就议论新主母性子太软，担不起事儿，一定是有人暗中生事。不必糟践，治家如治军，须有章有弛。陛下先松一松又何妨？可是太太，您总说要有松有紧，可至今只见松不见紧啊！这我不会解，不过是等着恰当的时机罢了。伯爷回房了。伯爷，在自家屋里，不必如此见外。我要还他夫君吗？伯爷，有字吗？不曾举字，林家世代行武，不兴文人那套。莫非问错了？这里世家与文官门第规矩本就不同，可我绝无看清伯府的意思。我怎么又惊着他了？且坐下说吧，何必一直站着？是要坐下说。听齐妈妈提起，今日你随林二婶在议事厅学理家事，可还顺手？挺好的。林二婶在府中颇得人心，照顾大哥留下的3个孩子也很周到。自她管家以来，府里没出过什么差错。虽然我不愿管家权旁落，但终究需要她真有这个本事。我去沐浴。西妈妈，我这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。怎么了，伯爷？可是为难你了？没有，只是单独面对伯爷时，心就跳得厉害。也不是害怕他，就是没来由的紧张。夫人放宽心，新婚夫妻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？若您对伯爷全然无心，心如止水，老身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小少爷和小小姐呢？妈妈越说越不像话了。我这2日在议事厅呀，我就像个摆设，静静看着二婶打理一切，不曾插话。夫人做得对，循序渐进才是最为稳妥的方法。这管家全本就是您的，迟早要交到您手上。但也不能拖得太久，府里这潭水恐怕深不见底。此话怎讲？我趁二婶歇息时细看了账本，表面看着所有账目都理得很完美，但往往越完美就越经不起推敲。二房的手竟然伸进了账房，不捞些好处反倒不合常理。齐妈妈，您想想，我来之前的旧账不关我的事，若我来之后还任由他们肆意妄为，届时被牵连其中，只怕百口莫辩。必须尽快拿回管家权，查清账目。太太，针线房的赵婆子求见，说是有事要向您请示，请您拿个主意。针线房这么早来回事，能有什么事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赵婆子，这针线房怎么了？霍少爷、恒少爷和周小姐本月才织的新衣，成衣铺已差人送到，统共3套。陆妈妈特遣奴婢来将此事禀报太太定夺，看是否需针线房再次调整。那就按往年的规矩办吧。是，奴婢这就送去。夫人，就是他。您过门第2天一早，他就偷偷溜进环秀堂，找了这么久，终于出来了。后来我再去核实，您新婚那一日，他的确被指派到环秀堂做事了。这么说来，他最有可能往浴池里倒百合香露，多半错不了。方才那些衣服，太太确定没问题？我不过是应和了一声，衣裳真有问题，
也与我无关，与其他人有没有关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太太，那这事儿犯不着心急，收拾他的机会这不就到了？海荣，你去叫上平儿，盯着这婆子，看她做什么。这平儿呢，是博业院里的1等丫鬟，她行事稳妥，你以后要向她学习。哦。这衣服是给少爷小姐准备的。回您老的话，是。往年不都是给每位小主子准备3套，为什么今年就给小主们准备1套？这许是太太想节省些开支吧。嬷嬷，我就是个下人，哪懂得主人们的心思？是个老太婆，可真会颠倒黑白，明明只送了3套来，经她一说，倒成了太太财管家，故意削减小姐少爷的开支，刻薄小主子。不好，伯爷在那边。伯爷向来把大爷留下的3位小主子当心头肉，什么东西都给他们准备最好的。若是伯爷误会太太，可带孩子不舍得给小主们花钱，这伯爷一定会生气的。今日若不是太太有心叫我们跟着，这盆脏水怕是泼得无声无息。哎，海蓉妹妹，别去！你这会子撞破，他会反咬我们一口，到时候咱们可就没理了。真是可恶，这老货句句藏刀，却偏不拉画饼。这件事让咱们知道了，就好办了。太太是个怎样的人，伯爷心里都是知道的。岂容小人作祟？以我对伯爷的了解，断不会因为此事就和太太生分。咱们还是先回去禀告太太，由太太定夺。老奴请伯爷安。把衣服送少主子院子里吧。是。伯爷，切莫听信底下人搬弄是非。我看太太不是抠搜的人，您不如当面问太太一句，为何裁减小主们的衣裳份例，也免得让太太受了委屈。嬷嬷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你们2人做的自然是极好的。太太，您现在怎么想的？不和伯爷解释一下？不必着急，咱们按府里的章程办。今儿到西岐，历来都是9套一起送，怎的昨日就只送了3套来呢？平儿，你自小在府里，对这里比较熟悉，你私下里问问怎么回事。海蓉，明早挑几个有劲的丫鬟，跟我去议事厅走一趟。是。伯爷，我先去沐浴了。既然不问，我又何必急着解释？一日真相大白了再说吧。海蓉，伯爷天没亮就出门了，昨夜没跟太太提那事儿。他一个字都没问。伯爷这是信得过太太，还是看您如何处置？他喜怒不形于色，我看不出。太太，奴婢问清楚了，9套衣裳分了2批，6套前几日就送到库里了，没有送到小主院里。剩下3套是昨儿个补送的。赵婆子专挑这3套做文章，分明是给太太下套。先前那6套呢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行，那就当丢了吧。可是太太，现在下人们都在传说太太你……说我看着好欺负，刚管家就私底下偷偷克扣3个孩子的用度，下一步肯定就要减少大家每个月的份例了，对不对？太太，明明都是没有的事儿，到底是谁嘴巴这么碎，传得这样难听？这种谣言传多了，伯爷难免不起疑心。再不赶快制止，伯爷和太太的感情会受到影响呀。既然都把戏台搭好了，我不上去唱一出，倒辜负了这番苦心。别急，让他们再得意一会儿。
他这阵势倒是少见，莫非外头的风言风语传进他耳朵里了？这坐不住了。这般兴师动众的，就算揪出几个说闲话的，又能如何？平白惹人笑话，正要他闹呢，这般沉不住气，往后啊，谁还把他当回事儿？日子久了，伯爷那儿自然……啊，侄媳妇儿。哎，这般匆忙，可是出了什么要紧事？阿婶子，没什么事，不过是库里短了几件衣裳，过来查问呀。好，抓贼！阿婶，您且忙您的，不必管我。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这府里面的针线房呢？昨日丢了6套主子的新衣裳，如今已有线索。平儿、齐妈妈，你们带人仔细查查，等找到东西再好生理论。都听到了，府里失窃，6套主子衣裳不见了，太太今日调查个清楚，提供消息的重重有赏。丢了6套小姐少爷的衣裳，不是说太太克扣了小姐和少爷们的份里，难道冤枉太太了？哎，我也听说是太太对成衣铺的人说，少爷小姐都不爱出门，这么多衣服浪费，就退回去了。太太说的失窃时，针线房近日没听说少东西啊。你是针线房的卢妈吗？是。成衣铺的衣裳不都先送到针线房吗？如今少了6套，您倒不知情。说是认了，就是偷东西的图谋，不认就是失职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呦，什么衣裳呀，侄媳妇儿？这件事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还在这演？我要看他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哎呀，月小呀，就为几件衣裳闹这么大动静，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呀？哼，一会儿伯爷来了，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真个的。哼，婶子不知，主子们的衣裳说没就没了，若不查个清楚，以后下人有样学样还了得啊！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太太，这都是从赵婆子屋子里搜出来的。原来是这赵婆子偷的。哎呦，还诬陷说是太太让退的。哎呀，就是定做的衣裳哪能说退就退？亏得有人信。好，人赃并获。李二婶子，按府里规矩，偷盗该怎么处置啊？还请二婶明示。太太，老奴有罪。作为针线房的管事，库房里丢了东西，就完全不知情，实在有愧于伯父，请太太责罚老奴。卢妈妈这请罪的速度倒是快得很。哎呦，事情既已查清楚了，那这赵婆子也没什么冤枉的地方。依我看，打10个板子，再扣2月月钱便是。二婶，府里以往处置偷盗都是这般从轻发落的。婶子，你今日倒是格外宽厚。他怎么来了？伯爷，招毙！哎呀，周潇，为这要人一条命，那好吧。若因这件事就要人性命，往后谁还敢替我办事？谁还敢一听夏月想的话？伯爷是百合花落，新婚夜太太沐浴时，浴池里就被人掺了这个。这下可糟了！伯爷，饶了他一命吧。他这是吓着了，还是心软了？不管是为何，这是他头一回开口求我，还是听他的吧。1年，
多谢伯爷。在外人面前，他还是这般客气啊。太太，死虽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打20板子，赶出府去，永不再用。太太愿意给赵婆子一条生路呢。哎，真是人厚呢。这才是长家主母的风范呀。是啊。这才多久，府里的天就全变了啊！太太好，海蓉姑娘、平儿姑娘好，平儿、海蓉姐姐好。以前都是我喊别人姐姐，才会被人这么叫。婚期快结束了，之后我要去同源卫当值，大概隔3、5日才能回来一趟。这么快就要分开住了？行，那我去给您准备些换洗衣物。还怕我吗？怕的是闺房之事，不是怕他这个人。仔细守着，都不准进。莫不是2位主子闹别扭了？你这丫头，这是好事成了，走。海蓉，快备热水来。是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天天和这么大个美人同床共枕，伯爷能忍住才怪呢。哼！这伯爷也不知道个节制，太太身子骨还没长开呢。妈妈，你且看这个，这都够买下整条街坊了吧？伯爷赴任前，将部分账目交我打理，说是前院银库的进账，只要合理，我可以随意调度支取。这只是一部分。天哪，这伯府的钱，买下10个夏家都用不完呀！总算明白为何伯府从不在同源开设铺面，原是瞧不上那点仨瓜俩枣。坐拥金山银矿的，哪还看得上铺面营生啊？哎呀，太太，仔细收好，万万不可让夏家那边知晓半分。太太，大少爷回来了。林霍，林州萧的那位名满京城的大侄子，终于是回来了。林二夫人，阿霍呀，这是你小婶婶，快去拜见你婶子。侄子给婶婶请安。阿霍啊，这是婶婶一点心意。侄子多谢小婶子。这手是怎么了？可还疼吗？你又在书院与人动手了？原来他竟在白狐书院求学。听说你们戒规森严，专请武松坐镇。没有，就是习武时不小心碰的。伯爷，阿霍今天一路奔波，要不先让他好好歇一歇。这位新婶婶倒会体贴人。既然你婶婶开口了，便先去歇歇吧，在府里安分些，别乱跑。知道了，小叔。那我想去看看三妹。
看林州，三小姐会见林霍吗？我也想。伯爷，我能和林霍一起去看看林州吗？若周儿愿见的话，你们便去看看。嗯。小妹，我回来了。大少爷，小姐说身子乏了，今日不见人。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三姑娘院里养猫了？不会吧，府里这10多年从不许养活物啊。太太，这府里的小主子一个比一个怪。伯爷，前阵子给你请的诰命文书，这2日就该到了。往后每年你都能领3品夫人的俸禄，都给你当提起钱。这么快呀？一点也不快，求亲时我就递了折子。多谢周潇。夫妻之间不用这些虚礼。恭喜夫人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3品诰命，太太挣了半辈子都没要来呢。小周太太若知晓此事，怕是要酸得睡不着呢。妈妈，你瞧瞧这海蓉呀，这口改的也太快了吧，越发没规矩了。我去沐浴，等我。他这人呢，怎这般不知羞的？伯爷，问我名字啊，我周潇。我这次去最短要2、3天，怕我忍不住。忍不住什么？忍不住想你。你月晓啊，阿霍回来就住3天，你不用太操心，记得提醒他按时回书院就行。好，知道了。要是他调皮的话，你就让侍卫给我传话。他年纪还小，半大小子最让人头疼，我怕他欺负你。我觉得嘛，伯爷这是多想了。我觉得阿霍挺懂事的。哼。佩兰，你去大少爷的院子看看，看看他起了没。若是起了，我一会儿去问问他起居的事。虽然他让我不用费心，但我都见面了，就不能装作陌生人一般。太太，大少爷不在院子里了，我早上看到他出门了。哎，平儿，那你去帮我找只小猫来，要2、3个月大的最好，性格温顺一些。你这就去办。平儿姑娘性情顶顶好，做什么事儿都是笑着的。那倒是。齐妈妈，之前跟你说的给阿霍准备的秋装都齐了吗？全都收拾妥当了。那正好，那到时候呀，我亲自给他送到书院去。这好吗？这有何不妥？孩子在书院读书，家里人去瞧瞧还不行啊？也是，那不如您请伯爷同去，这一来回少说大半日，伯爷定然不便赶回卫所，次时回府休息。太太正好和伯爷……妈妈，当娘的事还是再等等吧。小婶子，阿霍来了，来坐。正说到你呢，我让齐妈妈给你备了些你在书院常用的物件，一会儿你顺道领回去。侄子谢婶子。这有什么可谢的？哦，对了，书院清苦，这次也带不回去多少东西，等我过2日啊，再给你送去点。送到书院？对啊。婶婶竟愿为了我舟车劳顿，请我书院，我以后再也不用被同窗嘲笑没有家人了。
谢过神母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路上慢点啊。这几日看来，阿霍既不似传闻那般粗鄙蛮横，也未听二房挑拨，是个明事理的孩子。回来抱抱。我以后就叫你樱草吧，好不好呀？诰命文书被衙门送过来了，封告终于来了。前院管事已经去接文书了。要不要派人去舅老爷和夫人那儿去传个信？不用，这文书既然是同源府衙直接发的，父亲肯定早就知道了。等到摆酒的时候再正式请吧。樱草，樱草，樱草呢？海蓉，樱草呢？哟，樱草啊，小樱草，你去找周儿玩好不好？周儿，周儿，你有看见一只猫吗？夫人问的是什么样的猫？一只白猫带橘斑的，名叫樱草，姑娘可曾见过？这位是我们夫人。奴婢给夫人请安。猫是在院里，只是眼下是三小姐在养着。无妨，我能否看看它？夫人请稍后，容奴婢去禀报小姐一声。夫人，各位姐姐，我家小姐请你们进来坐。周儿，听说我的猫儿躲到你这里了。周儿，婶婶是来寻她的吗？正是呢。樱草，这小家伙竟溜到你这儿来了。婶婶，我照看得很用心，能把它留给我吗？我定然会待它极好的。夫人，前些时日小姐养的猫儿没了，她伤心极了，夜夜落泪。直到这只猫来，小姐夜里才睡得安稳。只是，婶婶，只是什么？我还能常来这里看它吗？养了这些日子，心里总惦记啊。当然，当然。明日我再来看它，可扰了你？不会的，您尽管来。行，这几日日头好得很，明日我若来了，你可愿同我去园中稍稍走走？好。樱草，那我走了，好好陪周儿玩。小姐，真要出门吗？既然答应婶婶了，那我就是要去的。我知道的，婶婶是为我好，我都懂的。周儿，累不累？前亭子歇会儿吧。好。我来。周儿，是不是喜欢画画呀？周儿，是不是喜欢画画呀？画画？对呀，上回瞧你描的花样，就觉得你有天赋。如果好好学，将来说不定能给你大哥画个像。还有，再帮你小叔把他屋里那幅旧关公换换，多好。我爸我不行。周儿，要不我教周儿好不好？好。那我需要准备什么呢？是不是该给师傅备个拜师礼？婶婶，我这就去取银子。记得按时上课。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傻？姑娘，你想多了，没看出来夫人跟您说笑呢。啊？
珠儿，小叔，我不止一次劝珠儿出来，多交些朋友，或者出来晒晒太阳也行，但他每次都将我拒之门外。我才走几天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婶婶，我明天再来。哎，伯爷，我，你怎么说动他的？别这样，周儿就是性子静，怕生。我发现他不仅喜欢小猫，而且描的花样灵得很，便顺口邀他来学画。这不，来往多了，自然就熟了。辛苦你了。伯爷，咱们既然都是一家人，这就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谢礼啊？没个正经。妈妈近日怎么总抿着嘴笑？老奴瞧着您与伯爷琴瑟和鸣，心里是真欢喜。只是这白日里多少还需顾及些体统，免得叫下人们看了笑话。我们那是商量家事呢。你说是就是，明日还要去白桐书院见大少爷，夫人快歇下吧。知道了。你怎么还没背下来？啊，是阿霍。走吧。啊！等等，这孩子向来用功，定不会无缘无故偷懒的。咱们再看看。这篇《过秦论》背了几日了？50日。他真笨呐！区上篇5日仍不能熟记，巡考临近。你盘算的莫非还是舞弊过关？学生从未作弊。你真是块朽木！这篇文章罚你抄写5遍。哼，他射箭都是在行。只会逞匹夫之勇。自然差异。女子即可擅入学堂。赶紧把他赶出去！史书上说，苏丽萍百步穿杨的本事，劝和了2国。夫子，如果连平西战士的剑术都不算真本事，什么才算呢？我的学堂轮不到外人指点。他是我侄儿。旁边这位，莫非是西宁伯？方才听说林霍作弊一事，尚有疑问。等下课了，不如请山长一起来弄个明白。我们先不打扰你上课了。阿霍，我们走。阿霍，想好待会儿怎么跟山长说了吗？婶娘，您信我。你总得先把事情说清楚，我才能判断该不该信，是不是？上次巡考，一张小抄不知被谁扔到我凳子底下，我刚想把它踢开，赵夫子就过来了。当时怎么不解释？婶子，没有人会相信我的。他这体格在学堂里太显眼了，读书又跟不上，难怪被同窗排挤。阿霍，那篇《过秦论》真的这么难背吗？婶子，我真记不住。
听说你射箭很厉害。当然，在马背上蒙着双眼，我照样百发百中。下次咱们去马场，我展示给您看。明明是块当将军的料，林家却非逼他念书科举。走吧。学生拜见山长，赵夫子。赵夫子说上回巡考抓住你作弊，林霍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我没有作弊。山长，我当时亲眼所见，纸条就在他脚下。这么说，夫子并没有追查过。你一个妇人懂什么？真的就直接定罪吗？白藤书院就是这样查作弊的，随便抓个学生就算完事儿了。你这妇人，西宁伯府就是这样教你和先生说话的，太无礼了！什么东西，也配指责我夫人？这孩子从小便没了爹娘，现在我们做长辈的，连问句话都不行吗？说到尊敬师长，您是林霍的老师，可不是我的老师。做我的师长，您还不够格。狂悖，如此狂悖！这是来讲道理，还是来找茬的？山长，我姓夏，外祖父姓朱。虽然夏家不算什么，但外祖父和外曾祖父在同人文人中很有声望。难道是朱老先生和梁老夫人的外孙女儿？原来是朱老先生和梁老夫人的外孙女。说来惭愧，我年轻时曾有幸在朱老门下求学，只可惜膝下只有一位千金，后来嫁入夏家。眼下这位想必就是他们的外孙女了。山长，本不该提家里长辈，只是……哎，夫人怎么不早说？早知道是自己人，嘿嘿，怎会有这样的误会？嘿嘿，他竟是书香门第出来的。山长既然要查作弊，我想知道那张纸条还在吗？在监院那里收着。若按夫子的道理，定是已查清了。只是伯府的纸墨是阿霍的墨，字也是阿霍的字，三者俱全，才算人赃并获，是吗？这里没你事了，退下吧。告退，告退。山长，当年多亏山长收留林霍，今日之事，还请您还这孩子一个公道。应当的，应当的。林霍一向勤勉恭顺，尊重师长，书院定会查明真相，还林霍一个公道。我什么时候变得这般优秀了？山长，我看阿霍在椅子堂有些吃力，若他愿意，可否请您准他转去丙字堂？之前不是说希望林霍去甲字堂吗？所以还要劳烦山长再安排一次。夫人言重了，分内之事。山长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你愿意去丙字堂吗？伯爷，伯爷，阿霍连丙字堂的课业都未学透，去乙字堂自然会吃力。若丙字堂也吃力，说不定还得劳您再来一趟。小叔，婶子，那我先回学社了。我不怕来回奔波，只怕自己不通文墨耽误了他，这样我就愧对大哥所托。幸好我有月晓。伯爷，把林霍安排进乙字堂是你授意的吗？不是。果然，你也看出来了，阿霍不是读书的料。伯爷，你想没想过，也许不必非逼他走科举之路。这是他父母的遗愿，我会斟酌。我明白你是为他考虑。
走吧。周儿，你的院子离我太远了，你想不想搬到我隔壁啊？这样咱们就能天天见面了，可好？好，我想和小婶子天天见面。那就好。那我叫平儿，领几个人去帮你一起收拾。谢谢小婶子。借着周儿来我这儿学画的契机，我会带她接触管家事务，然后再逐步带她到议事厅，陪我一同处理家事。夫人这是实心实意替三小姐考虑啊。啊，我好困啊。你不是说想要个儿子？我不过是，这话我只对正室提过，他怎会知晓？再说我怕的是闺女，又不是小姐。伯爷。周潇，我觉得府中账目有些蹊跷，我打算细查一番，恐怕会惊动不少人。你放手去做，若遇麻烦，派人知会我便是。那我给你写信。你找人带话就好。我不识字，我只不过略识几个常用字，勉强能看账和简单公文。他文采这么好，写的信我怕是看不全。啊！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海龙在卢妈妈指定那家铺子购物的价格，比伯府采买的价格高出20倍。夫人打算如何审卢妈妈？不用，自有小婶子替我们打头阵，我们等着收网便是。好嫂子，这事儿你总得给我个说法吧？这布料原是伯府采买入库的，后来又分发至2房、3房以及几户远房族亲手中。弟妹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这匹布，今天伯府和林家的颜面全都扫地。我这就去找岳小评理。哼，对，夫人，3房的乔太太带着卢妈妈在议事厅候着，说是找您讨说法。走吧，去看看小婶子遇到什么委屈了。周儿，你先在这画着。卢妈妈，你这料子当真100两一匹？你小婶子，月晓啊，你可要给我做主。小婶子别急，慢慢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布料是萧州侄儿的一片心意，今儿我去你表姑家坐坐，碰上几位官家夫人，我提起身上这料子值100两一匹，他们竟哄笑起来，说顶多就5两。我哪里肯信？可一个人说不过他们好几张嘴，我气不过他们糟蹋伯府的名声，就跟他们理论起来，这才动了手。你瞧，我脖子上这印子，就是为了护着咱家脸面给抓出来的。小婶子，你这伤痕可不轻。平儿，快去取我的定疮药来。哎，好嘞。好月晓，疼能忍着，这脸面往哪儿搁？你给句明白话，这布料究竟什么来历？周小帮扶我们全家都感恩戴德，可为何偏要在衣料价钱上弄虚作假？卢妈妈，小婶子这番话你怎么说？小婶子这番话你怎么说？回夫人，采买事项向来由外院负责，老身实在不知其中蹊跷啊。那就要好好查查了。不必慌张，有林二太太在背后撑腰，绸缎庄那边也绝不能走漏风声。禀夫人，针线坊所需的一切料子，小的都是按卢妈妈指定的红绸庄采办的。夫人明鉴，此等料子，小店售价不会超过5两。就是这位妈妈，经常来找我们掌柜，
回回都是空着手来，揣着沉甸甸的包袱走，里头装的可都是白花花的银锭。你血口喷人，我没有。先将二位请出去。这些是你针线房的账目，自己瞧不明白。夫人明察，真不是老奴做的。既若不过太县零头，谁想这些年竟攒下上千两？这些罪者，你死上10回都不够。我不想死啊！这府中担当何止我一人？我所得不会限量，二府推下的带有万金，毕竟祸首是叶儿太太。龙妈妈，可是夫人是娘，谁准这丫头进来的？拖出去！红莹急着寻母，我顺路便带她过来了。娘，哥哥被人扣在了花楼，他们说再不还钱就要砍了他的手。夫人，是老奴，皆是老奴一人看门，与他人无关。好，那便送官吧。卢妈妈毕竟是府里的老人，送去官府有损伯父颜面，不如抄没了赃款，把他赶出府去。林二夫人，以后家中琐事就不劳烦一个二太夫人过问了。完了，这回真的丢了管家权了。哎呀，他出手竟这般雷厉风行，原以为需从长计议，才能将二房势力名正言顺的清除。从前所事，有劳诸位费心料理家事，月小行事周全，持重干练，府中一应事务均由他定夺。我只知道他重规矩，没想到他对我竟这般信任。周晓，林二夫人不必再多说，我心意已决，不必再劝。从前好歹还能帮着管点事，现在周潇直接收了权，我们二房往后可是没有一点油水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？自打月晓当这个家，我们三房宽裕多了。周晓，这个家早该让月晓来管了。前世，我何曾短过你们的用途？你没有短过我们，那难道是罗妈妈一个人做的主？哼，你们婆媳俩都成了清白了。你是阿恒？我是。果真和林州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一样白皙的皮肤，清亮的眼睛。见过婶子，小侄林恒。外头风大，快进来坐。海荣，快给少爷送茶。是。阿恒，我进府这些天，咱们还是第一回见面呢。虽然平日里没见过婶子，但院子里没少收到您送的东西，多谢婶子。二哥，我可想你了。珠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现在跟着婶婶学画画呢，我已经会画猫了。我养的猫也是婶婶送我的，叫樱草。快去把我画的画拿来给二哥瞧瞧。他居然在夏雨晓面前这么自在，连眉毛都摘了，看来很信任这位小婶。哦，谢谢婶子。不用谢，你们兄妹难得见面，好好说说话吧。我出去看看。阿霍，小婶子，大哥。大哥啊，我回来取点行李，顺便看看周儿。真是稀奇，一个两个都往这跑。这位新来的婶子使的什么招，把他们都哄到环秀堂来了？小叔呢？只怕也着了他的道了。小叔说，我要是在同园未惹事，就赶我回书院继续读书。我得走了，等大哥下次回来再来看你。小叔答应你去同园卫？前几日陪伯爷说了这件事，
之后他便松口让阿霍去同源卫了。婶子，家里的事儿辛苦您了。去吧。周儿，你瞧瞧你，这脸上脏的跟小花猫似的。外头平儿在候着呢，让他带你去洗漱一下。二哥，我等会儿给你拿我画的画。我不过月余未出院子，怎么感觉府里竟已经变了天地？辛苦婶子了。哎，你看周儿的画，这不是有一幅吗？你快帮他瞧瞧。笔触虽嫩，却自带一股灵气，走兽最难描摹。周儿画的倒是极传神。难怪都说他是块美玉，如今一见，果真不凡。婶子，不打扰了。好。婶子，你的账目似乎数目不对。竟真记错了一笔，我核对了整日都未察觉，就是这一页。二少爷，你眼力真好。这哪是眼力好，这分明是脑子灵好吗？周潇整日忙于军务，家中事务繁杂，确实需人分担。若阿恒能和周儿一样，能走出阴霾，对这个家也算一件大好事。阿恒，多亏你心思缜密，才理清旧账本。婶子善待兄长与小妹，我略尽亲力也是应当。他想用帮忙还人情，跟我划清界限，我偏不让他如愿。哎，账现在是弄明白了，可要真去田庄上挨个去查证，找人对质，牵涉太广，我对这又不熟悉，怕是撑不住这场面啊。不如……原来是想让我出面办事，能出院子已是我的极限，难道还要我拖着这双腿去丢人现眼？算了，不查了。既然没打算整治这些奴才，何必让我查账？耍我玩吗？阿恒，银库的杨柳和二太夫人串通一气，这人狡猾得很。府中到处都说是他的眼线，我担心贸然出手，不仅治不住他，反倒打草惊蛇，往后就更难查了。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区区一个下人，既然敢偷伯府的钱，就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看了账才知道，二房和杨柳竟然贪了上万两，其中还有爹娘留给我们兄妹的钱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们。阿恒，平平气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婶子若是觉得为难，我来处理。婶子，婶子，二哥他是不是生气了？是好事。你二哥说他明天要出门了，去看看咱家庄子。庄子的账目问题可不小。婶子，您是说二哥他同意出院子了？对，走吧。喜事！少爷在庄子上查账，把那些蛀虫的老底都掀了。快给我瞧瞧。杨庄头竟敢假借伯府之名私设田庄，并且与二房勾结谋利，现赃款已尽数追回。杨庄头与银库杨柳同乡，当年就是杨柳宝剑，我才留下了他。他竟如此忘恩负义，
是时候清理门户了。你今天辛苦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原来夫人是想……今年这桃真新鲜，来吃桃。谢谢婶子。二哥，你好厉害啊！快吃桃。周儿长大了。二哥，你好厉害啊！快吃桃。周儿长大了。月晓，谢谢你啊！我从未想过生活能过得如此幸福。小叔和小婶也太恩爱了吧！世人都说我这几个侄儿侄女顽劣不堪，注定一事无成。可自从有了你，我才明白并非如此。至少霍儿、恒儿和周儿往后都能好好过日子。小婶，我也要小婶味啊！那这个也给周儿吃。夫君，我那个迟了1个月没来，是不是有了？还不太确定呢。席妈妈说最好再等1个月，到时候请大夫把脉才稳妥。还在外头呢。不对，这簪子，夫君，你手上的茧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有偷偷练什么新兵器了？练字练的，以后你写的信我都能亲手回。他竟为我做到这般，那我要日日给夫君写信。好，元宵一过，我得带童元卫去西南剿匪。什么？胡歌老爷病倒，内阁那帮人就逼着圣上定接班人。瑞王拼命推陆大人上位，现在西南匪患闹得厉害，陆大人要我亲自带兵去平乱，说是要一举端了贼窝。秦家可有胜算？秦家在此局绝无胜计，胡阁老身为次辅，却可与杨首府鼎足而立。关键在于秦家早已是杨氏门下之人。圣上让杨首府和胡次府互相牵制，本就是要维持平衡。如今杨首府若想安插自己人，圣上绝不会点头。秦家不过是杨首府用来投石问路的卒子，顺便给胡阁老当出气筒。秦家若是聪明，就该夹着尾巴做人。可惜啊，秦老太爷还没上位，就排起阁老的谱，也难免惹人笑话。果然秦家从上到下没一个明白人。婶婶，快来玩烟花！别聊了。夫君，定要平安回来，我们都等你。阿霍也要照顾好他，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我们都等你。尊夫人，少奶奶这是有喜了。我真有孕了，娘给的做胎药果然有效。多久了？不足2月。三夫人，
秦小月，我看了少奶奶用的坐胎药方，里头有些成分带毒，她服用不少，这胎必须仔细调理。有毒？老朽实在抽不开身。西宁国夫人胎相不稳，需时时照看。府上少奶奶这胎，恕我难以兼顾。你自作主张服食虎狼之药，若此胎有闪失，我看你如何交代。怒晴，扶少奶奶回房静养。母亲，是儿子治家不严。偏偏秦家祖上不许休妻，不然，哼，夏家2个女儿真是天差地别，也不知怎么让我们摊上这个丧门星。既然心里有了身孕，请母亲为我安排2个伺候的人。他总这样闹腾，多点人牵制他，或许能安分点。既然心里有了身孕，请母亲为我安排2个伺候的人。他总这样闹腾，多点人牵制他，或许能安分点。你的难处我都懂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打算这么做。我羊水破了，快叫梁府医和产婆来！不行了，快去准备热水和干净布巾。小小姐就要来了，小小姐。哎呦，夫人，吸气，用劲儿，再用把劲儿，看到孩子的头了，再用把劲儿。玉晓，快点，再用把劲儿，出来了，是位小姐。玉晓，来人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别哭了。伯爷在门口守着您坐了一夜，天亮才抱着孩子睡着。这几个月交费，他剩了不少，人已憔悴了。二小姐也是今日生产，听说生了个小少爷。好了，让他们好好睡吧。怒晴，快，我要见孩子，为何一点哭闹声都听不见？从生产到现在，丈夫不见踪影，婆母不闻不问，连娘家都没人来探我。少奶奶，孩子，太太一早就把孩子抱走了。抱走？什么意思？太太说您需要静养，她先帮您养着，暂时就不用您照看小少爷了。他竟要夺走我的孩子！怒晴，为什么我的肚子这么痛？少奶奶，您这次生产伤了根本，大夫说今后口难再育，也需静养，不宜再接近姑爷了。奴婢今后不能伺候了，您千万保重，凡事看开些吧。你要去哪儿？你的那神器还在我手里，连你也瞧不起我了。奴婢到了该婚配的年纪，是要放出去的。您强了我不合规矩，我不准！姑爷要被派去陇西当知县了，您肯定是得跟着去的。
可我爹娘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我得留在桐园照看他们。哦，听说大小姐生了，还和您是同一天生产，伯父已经连撒3天喜糖了。那些人真是什么都要和我争，生的男孩是个小姐。生个丫头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少奶奶，您还是先操心自己吧。大姑也立了大功，大小姐又添了女儿，如今伯府风光，全城都在庆贺，大小姐的日子那才叫舒心。玉晓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怎么突然回来了？绯欢都平定了吗？有没有受伤？大圣，我没事，只是辛苦你为家里操心了。玉晓，你真好闻啊！一回来就没个正形，你都臭了，快去洗洗吧。好。夫人，您瞧，小姐这眉眼多像您小时候，一点儿也不闹人。这孩子怎么这样白净？谁让她娘亲长得这么标致的，女儿自然也漂亮了。快让我抱抱小侄女！啊，小妹，小妹！小叔，你脸上的疤没了。多亏婶婶请来梁府仪的师傅。这5月日敷药，脸上印记一淡去不少。得子贤妻，此生何求？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临清剿匪，功在社稷，立下大功，朕心甚慰。特封林周宵为西宁侯，赐侯府一座，黄金1000两，生丝缂丝各100匹，钦此。臣叩谢皇恩。侯爷，此乃圣上特为侯爷千金求取的平安符，您收好。日后必为夫人多多请功告命。夫君，妾身唯愿夫妻相伴，阖家平安。